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深秋的夜晚，观音山依旧沉浸在薄薄的雾气中，仿佛一张模糊的画卷，被时间轻轻覆盖。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，山风带着一股冷冽的气息吹拂过来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夜色深沉，天上没有一丝星光，唯有远处的灯火微弱的闪烁，仿佛在告诉山中所有的生灵，外面的世界依然安宁，但这里注定不同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我是带着一种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来爬山的，带着一群朋友一起。大家一开始都兴奋地讨论着山顶的美景，想着在高处看一眼繁星闪烁的城市夜景，或许还能拍几张好看的照片。然而，随着我们一路上升，气氛渐渐变得怪异起来。我们绕过一条又一条盘旋的小道，越往深处走，四周越是寂静，那种死一般的寂静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压迫着我们，使得每一声呼吸都显得异常刺耳。最初的喧嚣和笑声很快消失在了山间的空旷之中，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内心逐渐升腾的那份莫名的不安。我们就这样走吗？感觉越来越偏远了。我旁边的朋友小林突然低声说道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放心，咱们没走错路，地图都查过了。我试图安慰他，尽管自己也有些心神不宁。前方的路越来越模糊，月光被厚重的云层遮掩，山林间的阴影犹如幽灵般交织，让人看不清楚脚下的路。每一棵树似乎都在用扭曲的身影注视着我们，每一步都踩得沉重，仿佛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跟随着我们。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小丽突然停下脚步，低头看向地面。我有些不耐烦地回头，又来了，别吓自己了，只是风声罢了。但她并没有听进去，她神情紧张，突然转过身，紧紧抓住了我。不是风声，是步伐声，像是有人在跟着我们。我愣住了，心脏猛地一跳，四周空无一人，但那种不安的感觉愈发强烈，仿佛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们看，隐匿在这片深邃的山林中，随时准备扑向我们。脑海里不由得浮现起某些古老的传说，说这里曾经发生过失踪事件，有人深夜迷失在山中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没什么，真的是风。我咳了咳，努力让声音显得轻松一点，但心跳却不自觉地加速。小林不太确定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默默地继续走了下去。夜风刮过，吹得树枝沙沙作响，仿佛有无数双手在挤压着这片寂静的空气。每次风吹过，树影便会随之摇动，投下长长的阴影。我有种被追逐的错觉，越来越强烈，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窃笑，又像是无声的低语，渗透进我的耳膜，逐渐侵蚀着我的理智。我试图转移注意力，回头望向我的朋友们，大家注意点，别走得太远，天已经这么黑了。我轻声说，小丽只是默默点了点头，目光却仍不自觉地向四周扫视，她的眼神有些不安，仿佛在寻找着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听到了那声音，低沉而又沙哑，像是从远处传来的低语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小林的声音有些颤抖。那声音我猛地回头，但什么都没有。那声音渐渐消失，只剩下山中的寂静。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心跳愈发加剧，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这片山似乎并不简单。小丽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有些强硬地说，试图让她安心。没有，我真的听到声音了。小丽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她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，仿佛在远处看到什么。我皱了皱眉，小丽，别吓自己，我们快走吧，离山顶还远呢。她点了点头，低下头继续走，但我从她的背影中看出一种不安，仿佛有些什么东西在悄悄逼近，让她无法逃脱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底的恐惧慢慢被理智压制，但这种莫名的不安感却像阴霾一样笼罩在我心头。我们再走一段，应该快到了吧？我转过头问，试图找回点自信。前方的道路在朦胧的雾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灯光的倒影在湿漉漉的树叶上散开，像是幻觉般游移不定。突然，我的手电筒光照射到了前方的一棵大树，
树干上刻着几道深深的划痕，看起来仿佛有人用力刮过。这是什么？小林低声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我也不由自主地靠近了那棵树，手电筒的光柱照在那些痕迹上，竟有一种奇异的冰冷感。可能是动物抓的吧。我强作镇定，试图解释，但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，我突然感觉到一股不明的气息，像是从背后传来，凝重的让人几乎窒息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我转身问道。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面面相觑，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沉默。然后那声音再次传来，清晰低沉，仿佛在我们的耳边回响。我们并不孤单。四周突然安静下来，仿佛空气中的所有声音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走。我们站在那棵古老的大树旁，低头看着那些深深刻入树皮的刮痕，心头一阵不安的寒意渐渐蔓延开来。尽管我努力说服自己这只是动物留下的痕迹，但心中那股压迫感却无论如何无法抑制。小丽，你刚才说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转向他，尽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，然而他依旧没有回应，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远方，似乎在看见什么，又似乎什么都没看见。他的眼睛变得有些空洞，嘴唇微微发抖。我感觉到有人在看我们。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但其中的恐惧却清晰可见。别说这些了，大家冷静点。我转向其他人，尽力掩饰心中的不安。只是山风作祟，咱们继续走，马上就到山顶了。可事实上，我的内心早已被那股诡异的压迫感深深侵蚀，前方的道路像是被无形的迷雾吞噬了。我们只得紧跟着前行，脚步声渐渐在寂静的夜里回荡，形成一种诡异的回音。每走一步，心里就多一分疑虑，脚下的路也变得越来越模糊，空气变得更加寒冷，呼吸之间竟能看到白雾。而这种寒冷并非来自大气，而是源自心底的某种恐惧。尽管是秋季，但这股冷意却让人感到一阵阵的透骨寒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小林的声音再度响起，这次他显得异常紧张。怎么感觉越走越远，根本没有看到路标？我回头望去，试图寻找熟悉的景象，但四周一片空白，山道两侧的树木像是无尽的黑影，深不可测，雾气越发浓厚，笼罩在山间，让人看不清前方的路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们没走错路。我强作镇定，我刚才看了地图，就在前面，应该就是山顶。但我的话并没有安抚住大家，反而让气氛变得愈发沉重。每个人的步伐似乎都变得更加迟缓，仿佛空气变得沉重，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。小丽甚至开始拉着我的袖子，脸色苍白，目光游离，时不时地转过头张望，似乎在警惕着什么。你们真的听不到吗？小丽突然低声说道。那声音又回来了，越来越近。我停下脚步，细细听去。刚开始听不太清楚，但随着她的话音落下，那声音终于浮现出来，是不发声，沉稳轻缓，却又带着一种不自然的节奏，仿佛某个不属于人类的存在在默默靠近。声音没有来源，也没有消失，就在这片寂静的山林中，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耳边盘旋。小林皱起了眉，神色变得愈加紧张。别吓我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也没有听到，我答道，但语气却异常生硬。然而我的内心却在悄悄告诉我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那声音不是我们听错了，它真实存在，仿佛在我们每一次呼吸间都悄悄划过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忽视它，它依然在那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存在在提醒我们，山中并不只有我们。你们看。小丽突然指着远处，声音充满了慌乱和不可置信。那儿有东西。我们顺着她的手指望去，黑暗中似乎有一个模糊的影像，随着山风轻微摆动，像是一个人形的轮廓。我愣住了，那影像站在那里，静止不动，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。他的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身形高大，背对着我们。那一瞬间，仿佛世界都静止了，我们的心跳声在这一片死寂的空气中异常响亮。小丽，别吓自己，应该是树木的影子。我强硬地说道，
但心底的疑虑和恐惧却无法掩盖。然而，当我话音未落，那个影像突然转过身来，缓慢而又不自然的动作仿佛机械般僵硬，他的面孔模糊不清，只有一对空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，眼神没有任何感情，只有深深的黑暗，仿佛在看透我们的一切。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心跳剧烈加速。那眼神不是属于人类的，是空洞的，死气沉沉的。我脑海中的警铃几乎要响起，却在这个时刻，那个影像却在雾气中突然消失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小丽几乎崩溃，他就在那儿，突然消失了。别看，走！我猛地拉住他，催促着大家加快脚步。我们开始加速前进，完全不敢再停下。然而每一次回头，那个身影似乎都依稀在雾气中出现过，或者说，是我们心中的恐惧在悄悄作祟。脚步声变得愈发急促，头顶的树木仿佛越来越低，像是被压迫的噩梦。在我的心底，一直有一种预感，或许我们真的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生者，或许这片山林中的某些东西早已觉察到我们，正在悄悄靠近。然而，我们已经走得太远，无法回头。此刻，我们的命运似乎已经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注定。我们急速前进，步伐越来越凌乱，似乎每走一步，脚下的路就变得更加不稳定。那种不安感，像是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扼住了我们的喉咙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喘息。四周的雾气变得愈发浓厚，几乎能感受到那股阴冷的气息渗透进我们的皮肤，让每一寸肌肤都感到冰冷刺骨。小丽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真的没看到任何人影。小林的语气变得有些急躁，显然他的恐惧也在逐渐加剧。你听到的那些声音，是不是风声？我也不确定自己听到的是什么，心底的那股不安不断蔓延。我紧握着手电筒，光柱在前方摇晃，似乎无法照亮那漫无边际的黑暗。虽然我尽量保持冷静，但内心的恐惧却像潮水般一波波涌上心头。每一次我回头，那个身影就好像又在不远处若隐若现，始终不曾消失。我们离山顶应该已经很近了吧？我声音有些沙哑，想用理智来安抚自己，试图让这份恐惧的氛围减轻一些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前方的树林中却突然传来了阵阵摩擦声。不是风，绝对不是风，那声音就像是某种沉重的物体在树干上缓慢刮动，轻微而又刺耳，仿佛带着某种无形的力量，紧紧跟随着我们。小林，快停下！我急促地喊道。他猛地转头，脸上带着一丝惊慌。你听见了吗？我也听到了。不可能！我咬紧牙关，眼神快速扫视四周，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。山间的树木如同一片片黑色的帷幕，遮蔽了一切。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近得几乎触手可及，是从这边来的。小丽几乎是哆嗦着指向左侧的一个小道，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恐惧的光，仿佛在看见某种不敢相信的景象。我转身朝她所指的方向望去，手电筒的光束随着我急促的动作晃动，勉强照亮了那片黑暗。然而前方依旧没有任何可见的生物，只剩下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低矮的树丛。大家冷静下来，我声音颤抖，但尽量让自己听起来稳重。只要走出去就没事了，这里一定是有什么山峰或者动物在动，咱们别再在这儿停留，赶紧走。然而小林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嘴唇抿紧，显然不再相信我说的那些话。忽然他猛地转身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某个方向，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。那儿！小林的声音几乎是尖锐的，他指着前方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你们看！我迅速转头，心脏猛地一跳，前方的树丛中似乎真有个身影，正站在那里，静静地凝视着我们。那个身影穿着破旧的衣物，身形高大，背对着我们。他并没有动作，只是站在那里，仿佛一尊冰冷的雕像。我的手心一阵冰冷，心跳如雷。我们四个人静默无声地对视了一眼，空气中的紧张感变得几乎无法呼吸。我们是不是看错了？小林的声音开始颤抖。不是看错了。小丽的声音几乎破碎。她看着我们。那时我突然意识到，
那个身影并不是转身过来的，而是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像是等待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每一分每一秒。那目光仿佛都穿透了我的灵魂，令我浑身发麻。小林，别发疯，我们快走。我强行转身，想要带着大家继续往前走，但我的脚步已经变得沉重，那股莫名的压力像是一块大石压在胸口，让我几乎无法喘息。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小丽突然低声问道，她的眼睛几乎没有焦距，显然已经陷入了某种恐慌状态。我停下了脚步，低头仔细听，渐渐的，那低沉的声音再次回荡在我们耳中，是不发声，沉稳，有节奏，却又带着一种诡异的平静。它没有急促，反而显得异常缓慢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有意无意地拖延时间，迫使我们一步步陷入它的圈套。我心跳加速，脑中嗡嗡作响，几乎要被这份恐惧击垮。然而，就在我们几乎快要失去理智时，那声音突然停止了，四周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我们走错路了吗？小林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尤为尖锐。不等我回答，小丽再次发出一声尖叫，整个人几乎瘫软在地。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！我猛地转身，低头一看，那个身影果然不见了，他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。然而，那种冰冷的、压迫的气息却并未消散，相反，它变得更加浓烈，仿佛有无数的双眼在黑暗中注视着我们。我的脊背发凉，头皮发麻，心跳也跟着愈加剧烈。我知道，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这里，无论前方是什么，我们只能继续前进，无论是生是死，只有往前走，才是唯一的选择。走，继续走！我几乎是咬着牙低声命令道，声音几乎扭曲。每个人都没有说话，默默地跟随着我，心中却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恐惧。但就在我们踏上下一步时，背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那脚步声慢慢靠近，仿佛有人在我们身后追逐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沉重，仿佛那东西正在迅速接近我们的背后，每一步都像是敲打在我们心头的鼓点，急促、沉闷，带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小丽，快跑！我几乎是尖叫出来的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她的眼睛被恐惧扭曲，几乎是机械地跟着我们开始奔跑。小林也跟了上来，尽管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但此刻任何理智的声音似乎都被那紧跟其后的步伐声所吞噬。我们就这样拼命地跑，脚下的路在急促的步伐下变得模糊不清，四周的雾气仿佛在不断翻滚，吞噬了一切。每一次呼吸都像是一个巨大的压力，仿佛有无数的手在攥紧我的胸膛，让我几乎无法喘息。我看了一眼后方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那声音仍在背后跟随，紧紧贴着我们，仿佛离我只有一步之遥。每次我回头，那个影像就消失在黑暗的迷雾中，但当我再度转回头，脚步声却依然不曾离去。我猛地停下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回头盯着那无尽的黑暗，心中涌现出一种不安的预感。这次我没有继续往前跑，而是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步，试图用聆听来分辨背后的动静。小林，听见了吗？我低声问道，声音压得极低，生怕打破这一片死寂。我听到了一些声音。小林颤抖着回答，他的声音中带着恐惧，完全不像是平时那个总爱开玩笑的男人。不是脚步声，是喘息声。我猛地一惊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喘息声，那不仅仅是脚步声那么简单。喘息声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东西距离我们已经极近了，它正在靠近我们的背后，轻轻的呼吸，仿佛在玩弄我们，等待着某个时刻，它能够一举扑上来。小丽，我猛地回头，眼神不自觉地急切地寻找她的身影。你听到了吗？她只用颤抖的手指向前方，低声说道，我听到了。不只是喘息声，还有低语。低语。我再一次猛地回头，几乎要崩溃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没有脚步声，只有那空洞的低语，在雾气中缭绕，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，又像是从我们身后直接传入耳中。
那声音无比低沉，带着某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冷意。我不敢再停下，迅速拉起小丽的手，拼命地催促大家快点跑。我们已经不再关心前方的路究竟是通向哪里，只有一个念头在脑中疯狂回响：逃离。然而跑得越快，那低语声就越发清晰，仿佛它已经从背后变成了一个无形的影像，紧紧追随我们，不断放大，渐渐填满了我们周围的空气。它不仅仅在耳畔回响，还开始渗透进我们的思维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开始变得模糊混乱，仿佛那声音本身就是某种心理的催眠，让人逐渐丧失理智。小林，不要停下！我几乎是吼了出来。小丽，快点！他就在后面。我转身看到他正停下脚步，眼神迷离，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。我心头一阵冰冷。不要停，快走！他的眼睛终于重新聚焦，看着我，他的面容苍白的几乎透明。我觉得他就在后面。我听见了他的声音。我不再犹豫，抓住他的手，用尽全力将他拉向前方。大家已经开始拼命向山顶冲去，气喘吁吁，但脚步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疲惫。突然，我看到了一丝光亮山顶的灯光。终于，前方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那是山顶的电灯，温暖而坚定的光亮让我心头一震。快，前面就是山顶了！我急切地大声喊道。就在我们即将靠近山顶时，突然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更近了。它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像是耳边的一阵低语，又像是从脚下的土地里传出。每一步我都感觉到它在逼近，紧紧追随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攀附在我们的身上，试图将我们拖入无尽的黑暗。小丽，快点，快！我拉着她的手，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她在我身后，小丽的声音几乎已经变得不成形，她的脚步已不再稳健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拖拽着。我再也忍不住，猛地回头看去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背后没有人影，只有无尽的黑暗和那无声的低语声，轻轻回荡在空旷的山林中。那东西，它不在我们身后，它一直就在我们心里，像一颗顽固的种子，早已在我们内心深处生根发芽，直到它最终吞噬了我们的一切。小林，我试图呼唤他，但回头一看，他已经消失在了雾气中。小林，我大声喊了几声，仿佛那声呼唤能把他从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拉回来，但他没有回应。我的视线穿过那片迷雾，望向山顶的光，却突然发现山顶的灯光早已熄灭，一片死寂笼罩在山顶，四周的光线异常昏暗，之前明亮的灯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们站在那儿，几乎无法动弹。小林消失了，小丽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，而我也几乎站不稳，心脏剧烈跳动，仿佛每一秒钟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。快逃！小丽的声音断断续续，眼神失焦，几乎看不清她的表情。她的眼里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恐惧，那种恐惧甚至比我自己感受到的还要强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小丽，别怕，我们快走。我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，尽管内心已经一片混乱，但她的手冰冷的几乎让人无法忍受。她的身体微微发抖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。她猛地转头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惊恐。他就在我们周围。我猛地回头，目光扫过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，但周围依旧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，只有浓重的雾气和深沉的寂静。小丽，你看错了。我试图安抚她，但声音中已经难掩自己的恐惧。没有东西在我们周围，冷静点。然而她没有回应，只是越来越剧烈的喘息，眼神迷离，似乎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语。她紧紧抓住我的手，突然猛地一拉，将我拉向她的身边。别看她，别看她。她的声音几乎撕裂了我的耳膜，那种绝望与恐惧的情绪几乎让人窒息。她就在那儿，她就在我们身后。我转头望去，心脏几乎停跳。就在那片黑暗的雾气中，突然显现出一团模糊的身影。那身影不像是人的轮廓，更像是一团扭曲的黑暗，隐约间能看到长长的手臂，
和在黑暗中闪烁的空洞眼睛。他并没有接近我们，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注视着我们。他的眼睛似乎并不是真正的眼睛，而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仿佛能吞噬一切。那种目光让我几乎无法呼吸，感觉到身体的每一寸都在被压迫。小丽，我低声呼喊，但声音却变得干涩无比，仿佛连空气都变得厚重起来。他突然用力推开我，开始朝着那个身影走去。我不能再跑了，我得看看他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绝望。他已经在我心里，他不允许我逃。小丽，别做傻事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试图把他拉回来，可他的力气远比我想象中要大，眼中的疯狂已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小丽。你不懂，他会让我们永远停留在这里。小丽几乎是低吼着，眼中透着一种迷茫与决绝。只有跟他对视，才能知道一切的真相。真相。我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那只是个怪物，他想吞噬我们。他眼中的光开始变得越来越暗，似乎是从某个深不见底的地方传来的死寂。他不是怪物，他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。不要！我的心底涌上一阵强烈的恐惧。我开始意识到，眼前的不是小丽，她已经被那东西吞噬了。她的心智正在被一点一点夺走。我无法理解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如果我不阻止她，她将永远消失在那团黑暗里。我得看清楚。小丽低语着，整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脚步不停地朝着那个身影靠近。你疯了！我用力抓住她，拼命拉着她的身体。然而她的动作越来越慢，仿佛进入了某种迷离的状态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似乎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。小丽，你要听我说话！我紧张地喊道。你看不见他，不能和他对视，他会把你带走，带到永远无法回来的地方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头来看着我，那双眼睛空洞无神，仿佛已经没有任何情感。你不明白，他已经在我们心里。我几乎是无力地站在那里，突然意识到，我们根本无法逃脱。那个黑暗的身影已经渗透进我们的内心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他都会跟随我们。他的存在并非体现在外界，而是深深嵌入了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梦魇。小丽，求你了，不要再做这些傻事。我再次跪在他面前，心急如焚，想要拉回他最后的一丝理智。然而他的表情越来越空洞，像是完全迷失了自己，眼神中没有任何的回应，只剩下无尽的空白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背后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那声音与之前的步伐声完全不同，它带着某种压迫感，沉重而缓慢，仿佛那东西已经完全穿透了时间与空间，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我猛地回头，看到一双如黑洞般深邃的眼睛，正从黑暗的迷雾中向我们注视而来。小丽，他来了！我的声音如同从喉咙中挤出的最后一口气，几乎是带着绝望的求救。但他没有回应，他依旧朝着那个黑暗的身影走去，步伐缓慢而坚定，仿佛在迎接他注定的命运。快跑！我拼命地拉住他，但他的身体像是石雕一样沉重，完全不受控制。那种无形的力量在他身上肆虐，像是将他的灵魂完全吸入了那团黑暗中。就在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那片迷雾中时，一阵刺耳的低语声在我耳边响起。你也逃不掉！我猛地转身，想要跑向山顶，但身体像是被束缚住了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沼中挣扎。眼前的黑暗渐渐吞噬了一切，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最后，一切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，黑暗迅速吞噬了我所能看到的一切。那种感觉就像是跌入了无底的深渊，身边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重，每一次的呼吸都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。我的双腿无法支撑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紧紧拉扯着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远。我看不清前方，也看不清任何东西，四周只有无尽的黑暗和死寂的低语声。小丽！我拼尽全力大声呼喊，声音在黑暗中回响，仿佛落入了一个永远无法回应的深坑。没有回音，没有回应，只有那深沉的低语依然萦绕在耳畔，逐渐变得模糊，但却又更加迫近，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。小林，你在哪里？
我开始疯狂地呼喊，声音变得沙哑，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我的头脑一片混乱，心跳越来越剧烈，仿佛随时都会被这股压迫感压垮。忽然，我的脚步在一片柔软的泥土中停下，我低头一看，脚下的土地变得诡异的湿滑，像是某种液体渗透了过来，冰冷刺骨。我心头一阵寒意，抬头四顾，却依旧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我四处张望，感觉到四周的空气异常凝滞，每一寸呼吸都像是被困住的感觉。那低语声依旧在耳边盘旋，它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响亮。渐渐的，我甚至能听到其中的细节。你已经属于我了。这句话仿佛从深渊中传来，清晰又冷酷，直接刺入我的灵魂。我颤抖着脚步后退，心头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。我想要逃跑，可是我感觉到脚下的土地仿佛变得粘稠，每走一步都会被深深吸入。我忍不住闭上眼，拼命摇头，试图挣脱那种束缚。突然，一阵微弱的光芒出现在前方，那光芒柔和，却又带着一种诡异的诱惑感，仿佛是被深深吸引的存在。那光没有明显的形态，像是从一处遥远的地方透过浓雾投射而来，极为微弱，但又充满了强烈的引导性。我的心跳如鼓，脚步不自觉地向前走去。小丽，我低声呼唤着，但这声音竟然也被那光吞噬了。我几乎是机械般地走向光源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引导着我。走得越近，我的心越加沉重，那光逐渐变大，形成了一个朦胧的形状。最终，光的中心显现出一个人影，身影模糊不清，但那轮廓和气场给我一种强烈的熟悉感。小林，我的声音急促且震惊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不是他吗？他站在光源的中央，背对着我，低着头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小林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拼命向他跑去，脚步越来越快，想要抓住他，却发现他没有任何反应。每一次靠近，他似乎都越来越远，仿佛和我之间有一层无形的屏障，无法突破。小林，回头看我。我几乎是疯了般大声呼喊，心头的焦虑逐渐蔓延成一股强烈的恐惧感。他终于转过了身，但他的眼睛空洞无神，毫无生气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脏猛然一停，愣在原地。那双眼睛深沉的黑洞般没有任何光彩，仿佛所有的生气都已经被抽走。你也要永远留下。他低沉的声音从他口中发出，那声音并不属于他，像是从某种无形的深渊中传来，回荡在我的耳边。那声音没有情感，冷漠而死寂，让我浑身一阵发麻。你是谁？我战战兢兢地后退，试图拉开和他之间的距离，然而他那双空洞的眼睛依旧注视着我，仿佛能穿透一切。你忘了自己了吗？他低语，你早就属于我了，你和他都注定无法逃脱。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的声音因恐惧而颤抖，整个人几乎要崩溃。我没有做过任何错事，我不属于你。他的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，那笑容中没有丝毫的温度，只有一种死寂的冷漠。他的身影在光芒中逐渐模糊，最后变成了一团黑雾，向我扑来。我本能的想要逃跑，然而我的双腿却像被铁链锁住，无法动弹。我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，无法分辨哪里是现实，哪里是幻觉。那黑雾越来越近，仿佛要将我整个吞噬进去。小丽，小林，我大声呼喊，却发现声音越来越微弱，仿佛被黑暗吞噬。我的世界开始崩塌，所有的光与声都变得遥不可及，剩下的只有那深深的无尽的黑暗，逃不掉的。你们已经在我掌中。那声音再一次响起，轻轻的，却充满了无尽的压迫感。我感到整个人的灵魂似乎都在被他扯走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那光并不是救赎，它是诱饵，它吸引了我们，把我们引入这无法逃脱的深渊。而我和小丽以及曾经的我们，早已成为了这山林中的幽灵，永远无法离开。我无力地跪倒在地，眼中一片模糊。那无尽的黑雾最终吞噬了我，带我进入了彻底的虚无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仿佛所有的时间都在这片黑暗中被拉长，
每一秒钟都像是无尽的岁月。我的意识变得模糊，仿佛灵魂已经漂浮在一个没有边际的深渊中。每次尝试睁开眼，我都只能看到一片苍白的迷雾，四周的空气像冰冷的铁网般束缚着我，无法逃脱。但就在这无尽的空白中，我突然听见了一个声音，轻轻的，像是来自远方，又像是从我内心深处传出。你还活着吗？那声音低沉而充满诡异的温柔，仿佛是某种诅咒，也像是安慰。它充满了无形的压迫感，让我几乎窒息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周围的迷雾开始慢慢散开，但眼前的景象让我几乎无法相信。那是一个巨大的石碑，耸立在我面前，四周被浓雾笼罩，古老的碑文刻在石面上，仿佛是从时间的深处遗留下来的东西。石碑的旁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小丽。她站得笔直，眼神空洞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她的身体被那迷雾包围着，仿佛与这片景象融为一体。小丽，我大声呼喊，试图挣扎着走向她，但每迈出一步，我就像被深深吸入泥潭，脚步越来越重，无法自拔。小丽，你听得见我吗？我的声音变得嘶哑，像是从喉咙深处压出来的。她没有回应，依旧直直地站在那里，目光空洞，仿佛完全无法感知到我的存在。我不再犹豫，拼尽全力朝她跑去，但每次靠近，她就离我更远。那石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屏障，将我们隔开。我感觉到那股无形的力量正在加剧，仿佛每一步的前进都让自己更加沉陷。你不明白。小丽终于开口了，她的声音低沉沙哑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早就不在这里了，我只是你心中的一部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心跳得更快，仿佛要从胸膛中跳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真的。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，空洞中仿佛有一丝阴影闪过。你一直都在逃避这一切的真相。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根本不是外界的力量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。你已经丧失了灵魂，已经被那力量吞噬。他的声音像是穿透了我的心灵，激起一阵强烈的痛感。你知道吗？这片山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，我们都只是在他的掌控之中，永远无法逃脱。我没有丧失灵魂，我还活着，我还可以逃出去。我的声音愈加激动，眼中充满了绝望的挣扎。我的双手紧紧抓住石碑，试图用力撕开这片迷雾，但却只能感受到更深的压迫。小丽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。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他看着我，面无表情，仿佛一切都已经结束。你早就知道真相了，只是你一直不愿意面对。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深邃，仿佛我看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。这不是逃避的地方，也不是你能掌控的世界。你和我都注定在这里永远迷失，无法承受那种看透一切的目光。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沉重，心跳似乎也逐渐减缓。那石碑的影像在我眼前模糊，周围的迷雾也愈加浓重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逼近。你永远无法回去。小丽的声音再度响起，轻轻的，却充满无尽的冷漠。这是我们最后的归宿。我拼命挣扎，试图从这深渊中脱身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的身体和思维都被无形的力量束缚着。那声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，越来越多的身影从黑暗中浮现。渐渐的，周围的空气被他们填满。我看到了小林的面孔，他站在远处，面无表情，目光空洞。小林，我的声音几乎是呜咽出来的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悲痛。他没有回应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仿佛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影。我们早就没有了选择。小丽的声音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刺耳的低语。那些低语如同从深渊中传来，像是从我灵魂的深处汲取而来。你无法逃脱，无法挣脱，你和我们都是这片山林的灵魂，永远无法离开。不是这样的。我的呼喊充满绝望，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被吞噬，身体变得冰冷，无法动弹。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束缚在黑暗中的幽灵，无法找到出口，也无法逃脱。小林和小丽的身影渐渐消失，最后只剩下那片无尽的迷雾。
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，我的视线渐渐被吞噬，意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薄弱。最终，我没有再挣扎，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接纳，我的意识逐渐融入了黑暗中，一切彻底消失。